你要从这个行业当中获得金钱这一件事情，我觉得是相对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你不能一开始就抱持着来这边赚取金钱来做，要不然你会做得很痛苦，会做得很累。一路以来有蛮多的朋友问我说，就是他们在经营自己遇到了一些瓶颈跟问题在。那我收集了大家的状况，我大概有一个感触，他们一直都把自媒体这件事情当成是一种职业，就会有一种状况发生，叫做隔行如隔山，不知道那个职业，所以我无法想象我该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才叫做自媒体。他们就会很有压力，他会不知道怎么剪片，然后他也会剪得患得患失，就觉得啊这支片有人看，啊这支片没人看，就没有了一个方向在。我们就以自媒体的短影音来说好了，多数的短影音其实上面不是拿来赚钱的，他们只是来做一件事情，就让大家认识你。所以新的一个领悟就是说，你把自媒体当成是一张名片，你跟别人怎么介绍自己，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比如你认识一个朋友，你会跟他分享什么？会聊的是工作上遇到的一些干事、有趣的事情，这些东西都是快乐、感到开心的事情。回到根本，是自媒体其实就是在做你自己觉得开心的事情，你在做觉得自己快乐的事情，你在做一些想要跟别人介绍你自己的事情在。这样子在做这些事情，你在剪这些影片的时候，其实你比较不会有所谓的忘掉初衷、忘掉这个东西的存在，比较不会有患得患失说这一个片有人看，这个片没人看。为什么？因为你在做是你自己开心的事情啊。你既然做你开心的事情，你为什么要去计较这个片有人看？这个是我觉得在做自媒体两个的想法跟建议在。本节目由 ZOS 赞助播出 ，ZOS 软胖护不分长短1499。大家好，我是 Elaine， 最短命的网红 ，AKA 全民老干妈。谢谢大家的喜欢，我要开新频道了，请大家多订阅哦。人生不易，10之8九，如果有事来喝杯酒。那今天不喝酒，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又是我们的30集特别计划，所以我们就想说惊醒一点，来聊一些秀秀的故事，也就是人生啊的人生故事。欢迎来到人生小酒馆，这单元主要在聊一些有感触的人事物的故事。我是你的人生好伙伴，我是小欧。Hello， 我是 King。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来宾，就是我们的频道的幕后人员，我们的制作人。30集很多了呢，看莫名其妙到30集，你知道30集代表经历过30个礼拜。就先跟观众大概快速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其实在做自媒体圈之前，做了20年跟 IT 相关的工作事务在。故事大概是这样，就是有一天我在家里打电动，我老婆走过来跟我说，如果说你打电动的努力用在工作身上的话，那你应该会是一间公司的高层，因为她觉得我很有潜力在，所以她就露出一个非常 puppy eyes 那个眼神看着我，就觉得我应该要朝这方面努力。然后我就想说自己心爱的人跟我讲这种话嘛，我就直接把他头拨开，说滚开，我要打我的电动。我就继续打我的电动。之后没多久之后，我就觉得他讲的话确实蛮有道理的，因为毕竟我也做了20年的工作，以前都是为了生活而工作，然后后来就想说，那我是不是40岁了也想要为了自己的梦想去试试看，做一些我想要做的事情在。所以后来就毅然决然跟老婆先商量嘛，因为这种事情即便是他鼓励我，我也要跟他讲说，那是不是我就是打算离开这间公司，我觉得我只能专心做好一件事情，所以我就觉得我要离开，我才能做好一件事情。他也答应了这件事情，我后来就把股票卖掉嘛，有一些钱就想要说来搞一番事业。开始也没有想那么多，就想说录一些自己会的东西嘛，那 Podcast 成本最低嘛，所以就先来录一些 Podcast 的节目嘛。后来就想说既然都已经录 Podcast， 那干脆买台摄影机来记录下来嘛。后来搞一搞，变成现在的这一间公司的这个样貌。那你这样子成本花了多少钱？那个摄影设备跟这些录音设备再花了100万左右。我觉得这也是误打误撞，当初真的也是因为有考量到说我们可能不会只是单纯靠 YouTube 收入，因为这个收入太难，所以那个时候就有想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帮人家拍影片，做一些影片的记录。所以那个时候在摄影器材上面的时候，也先问过一些在拍这些影像记录的前辈，问他有推荐哪些机器。所以我们一开始的设备买很好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考量在，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频道可以活下来，也要感谢我们的干爹北科大。好，谢谢你，就是
赞助我们继续运营到现在这样子。比如说你的专业是 IT， 那当初转职或者是我想转换一个跑道，当初怎么没有想说先从你比较擅长的职能开始找起？如果我想换个跑道，我可能就想说，那我来写程式，做赌博电玩好了。这个想法我开始有先想说，那是不是我教人家怎么写程式？我以前在写程式的时候，我就很懒，我所有的事情的思考源头都是懒，就我想要让我更省事一点，所以我以前在写程式的时候，我就会去做一套所谓的程式产生器。就假设你今天跟我讲任何功能，我都会透过那程式产生器基本的建立大概60-70% 的功能，所以我只要再花30-40% 的时间去把功能开发出来就好。别人跟我讲1个礼拜的工作，我大概只要工作1-2天，我就会交出去，这是其中一块。然后另外一个是以前我写过外挂，那我想说，那是不是要教人家怎么写外挂好了，就是怎么截取封包，然后去做这方面的解析站，也是蛮好玩的。但我后来就觉得说，毕竟这个就是我做了20年的事情，然后我不想要在这个相关的任何东西，我就想要去踏入一个未知的领域，跟我过去的东西完全无关的，尽可能让我就是好像有点像是刚找工作一样的那个角色身份，然后归零的去看待这个人生，看待这一个工作。我觉得就是蛮好奇，虽然你说想要找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做，行业百百种，那时候决定要做自媒体的时候，自媒体应该已经泡沫化了吧？怎么会想要踏入一个已经泡沫化的夕阳产业？其实那个时候工作的大概后半10年嘛，我在做的主要是在做职涯辅导、职涯规划这件事情。那我发觉台湾很少人在探讨什么是职涯规划跟职涯辅导，那这个其实是在国外很流行的一个东西，它其实在国中就做了。国外是这样，他们不一定要升大学，他可能高中毕业就会去工作，他们就是会在国中的时候就先帮那些国中生透过一些方式来了解自己，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兴趣，找到自己适合的工作。我也在台湾辅导了大概1000多个人，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像蛮有趣的，就想说录 Podcast 的初衷就是因为我想要把我会的东西把它变成像这样的稿子的内容，把它分享出去。就是我也没有想太多，就只是想说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录成 Podcast 然后分享出去。我没有考虑过说什么泡不泡沫化的这个事情，它就有一点像是我们透过一些方法让这个人了解自己，因为了解自己，所以他会找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所以那个规划是我们透过一些引导，让他自己去试着去规划自己的人生。那我觉得我职涯规划有点失败。其实我昨天有跟小欧，其实我们有聊到一个话题是，因为我们两个看的角度会比较不同。像我可能最近比较常听到的，通常会是他已经在做自媒体了，他是一个创业者，所有的创业者都在想说，我怎么利用影像创作这件事情来帮我增加公司的收益。我反倒是觉得，你看哦，所有的创业者都在想说，想办法学习自媒体，去帮助自己提高营收。那这一些人确实也透过了这个武器，然后达到这样子的效果。这些自媒体创作者为什么没有想说，其实你已经会他们所需要的这个武器了，应该来一个逆向工程，反推回去。我这个时候应该是来选择，我可以用这样子的武器去创什么样的业。大家对我们制作人比较陌生一点，就是你刚刚说你选错行嘛？为什么你会觉得你选错行？就赚很少啊。这也是我蛮好奇，就是以前就觉得哇，会影像制作应该赚的盆满钵满啊，因为大家都要看电视，大家都要看电影，比如说后来的 YouTube 啊，甚至短视频，就觉得会影像制作人其实应该赚很多钱才对。我以前想开始做影像制作，只是因为我喜欢看电影，没有想到影像发展会发展成这样。我只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坐下来看完一部片，而不是大拇哥滑滑滑这样。对我来说，看影片是一种享受，电影就是一个很好的体验跟体悟。你现在做的这些影像，并不是你一开始想要做的影像。我昨天其实有讲到一个，就是其实我最近有一点点不太喜欢上社群了。比如说以前我们在看贴文时代的东西，其实你大概手一滑可以看到大概2则贴文，你现在大概手一滑，你只能看到1则影片，也很少贴文可以让你观看，大部分的内容又不是你想看的，你就会觉得滑到很无力，然后你也会觉得哇，为什么我要浪费这么多时间在看这一些东西？但是身处在这个时代，你又不得不看，尤其是你是做不管是自媒体还是你是做影片的，我觉得就是要多方吸收。就算你不喜欢短影音，或是比如说大陆干片好了，它都可能是创意的来源，因为它都有可能转换成其中一个梗，所以你就是要不断去吸收那些你可能不是很喜欢的东西，但是其实也没那么讨厌。去看那些短影音的角度会不太一样。King 想要跟小欧一起做的原因，除了是看小欧这样子一个人就可怜之外，King 自己踏入做自媒体的心情又是什么？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议题，就是比如说现在观众看到的其实是2个完全不同的人生，我们可能好像坐在这边是同框演出，好像我们2个都在做自媒体，可是这个也是可以让观众去借鉴的，就是他是断炊的情形之下在做自媒体，我是自己本身有主业，然后只是把自媒体当成是一个学习或者是有趣，透过这个东西想去探索一下我没有接触过的领域，其实这是截然不同的思维啦。我自己在看这么多自媒体的创作者，很容易面临到的一个困境，就是大家都想说投入自己喜欢做的事业，可是像我以前啊，有一个体悟是，因为我接触了蛮多客人，那我之前有一个客人，他就是在大学的时候，他很喜欢做摄影，他念土木的，那时候他就跟我讲过说，他以后想要找一个摄影的工作，我就说，好像不错，他说对啊，他也觉得不错啊，可以把兴趣当饭吃，我相信这一句话很多人都听过。可是事隔他从退伍之后，那时候也去帮一个潮流杂志就担任专门在拍照片这个，事隔多年之后，有一次我问他，我说你工作现在应该蛮开心的，他突然跟我讲他其实过得很不开心，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那些都不是他想拍的。兴趣真的能当饭吃吗？这个我从以前我就一直打一个问号，所以我才会拆成2件事嘛，赚钱的来源是一块嘛，那个我没有把它当成兴趣来看待，做这个频道对我来说就是兴趣。对啊，尤其是当我跟小欧，因为那时候也是因缘巧合之下，跟小欧想说，那就支持他，跟他一起来录节目。其实我是抱持着一个学习跟探索的心态，这个就完全做起来就是完全不同的世界来的，轻松的面对这件事情，而不是就是好像得为了流量啊。比如说像同样一件事情，我们2个就会有不同的态度。当你不是依赖这个东西，你真的把它当兴趣，而不是仰赖这个兴趣去生活的时候，其实做起来，我觉得你反而能够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也常看小欧，其实也是苦恼啊，想企划啊。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他的目前的事业。我上次有看一个调查嘛，现在大部分的学生，你问他说第一个工作你想做什么，我看大部分都选择我要做自媒体创作者。千万不要啊！哇，那时候看完之后，然后我再看看我们现在的处境，我觉得哇，他们有没有真的去了解过？那我们也顺便问一下我们的制作人，当初当然是因缘机会下有机会邀请他来加入这个团队嘛，但你有这么多的机会选择的情况下，你为什么当初考虑来加入这个团队呢？反正我有这技能嘛。我自己在做影片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说，我也想试试看，我到底有没有办法去帮助一个人成长他的频道，就是我有没有把 YouTube 这件事情吸收变为自己的东西。想说，如果真的是靠我的这个想法，会不会成功？另外一个就是 King 的兄弟就是我兄弟。制作人其实是我先认识的，因为我看到他那时候投入自媒体，我在旁边这样观察他，我考量的是兄弟情谊嘛，没有地方没关系，那我办公室有空间，不然你来我办公室做事情好了，不然弄个摄影棚。这个要先前情提要一下，这个频道的老观众会看到我之前录了一堆的企划，他在他家录的啊，干嘛让我家录？你知道在家录多辛苦？第一个我要把灯给拆下来，再装回去，这些器材弄好就花了半个小时时间。最痛苦的是，我有时候录到9点钟，然后我老婆刚好回来，那一天心情好，没什么事。哇靠，那天心情不好，妈嘣嘣一边嘣嘣嘣嘣，我们家那个时候的人同事就要跑过去跟他讲说，你可不可以发小声一点？哇塞，我都觉得我那同事好为难哦。对啊，所以那时候也是觉得就是好吧，那他既然选择重新创业，那刚好还有一些空间 support 他吧，让他来这个地方做吧。他那时候还是做一些，比如像开箱啊，甚至飞到日本去。我是一个创业者，手指头大概算一算会知道，这一集的成本很高那时候流量也还没很好，根本不可能也有 YouTube 的广告收益。那更何况是大家都期待都会有业配。那时候我就跟他讲一句，我说你这个会不会广告收益还没有，赞助商也还没有，你自己就先倒掉了。那时候我算完之后，确实会所以我那时候跟他讲说，要不要转换另外一种形式？假设你觉得做影片是你的兴趣，在有限的资源之下，应该用有限的资源去做我有兴趣做的事情。所以那时候才会觉得建议他，就是可以转换另外一个形式去做这样子的内容产出。所以我那时候才会说，既然你设备都买了，然后摄影机也有了，录音设备也有了，我觉得频道可以去帮助一些人，像心理啊，还是有一些难言之隐，透过节目上一些人的分享来去传递一下这样子的正能量，才会有这个节目的由来。大家应该也蛮好奇，就是看过人生啊频道，那时候有开箱嘛、挑战，一直到职人访谈，然后一直到现在这个人生啊的故事，
这一整串的这个改变，再加上我们已经访问了大概30个不同生活背景、不同故事的人，这30集再加上前面的那些尝试做的那些影片，心情是什么？这真的很像在创业的过程，就是从未知变成已知，再从已知变成未知的这个心路历程的转换。因为一开始会想要做职人访谈，是因为不是说我在做职业规划这件事情，那我就会认为说你要做到大家都认识你这件事情，我觉得有点困难。所以那个时候就想说，那这样好了，我就借力使力嘛，我透过职人的心路历程，那某种程度也会帮助到别人理解到就是认识自己的重要性，有点像是利用身边的资源来传递这个能量出去。过去也工作20年嘛，所以也认识了一些有趣或者是在这个社会上蛮有些成就地位的人，所以我相信他们应该有些人生故事是可以帮助一些观众作为启发。我觉得真的是会有几个人是蛮认真听、蛮有印象的一个故事是，我们有一集是录了那个机师的访谈，机师有分享了很多他怎么考上机师的方式。大概1个月后，有一天机师就敲我说，我收到一个讯息，他是人生啊的频道的观众，有收听机师的那一集，然后他也觉得那个建议很受用，所以他也因此去决定要去报名机师的这个证照，然后还加他的 LINE 互相认识一下。他在跟我分享的时候，他是觉得蛮开心的，就觉得他从来没有想过他录了这个单元，然后帮助了别人这件事情。这也是我从频道录到现在，我们其实真的收到非常非常多这类型的案例，一路以来都觉得还蛮开心的。后来会想要转成开箱的，是因为职人访谈录到最后其实是有一点点的不开心。我的不开心是来自于我自己，是因为职人访谈是真的认真的在做所谓的访谈类的这个性质，所以我们会写了很多的访纲，写了很多类似像这样的模拟情境在，聊起来其实不 chill， 它其实是很硬的一个话题，它有点像一问一答的这个形态在。那来宾其实久了也会没这么 chill。我过去是做20年的 IT， 我不是做20年的记者或访谈，所以这不是我擅长的东西在。这30集的访谈嘛，我们第1集是访问那个宠物美容师嘛，那到后面也有开始陆陆续续的访问蛮多人的。两位可以帮我们条列式一下每一个人，你们那时候听到他的故事，跟现在你再回头想他的故事的时候，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想法？坦白说，涵盖的人生故事真的蛮广的，有悲惨的，有快乐的，有励志的，有好笑的，有幽默的，有一些笑着笑着就哭的。哪一个是我觉得最有印象的？就是我有个朋友叫阿强，人生当中遇到像这样的朋友不多，因为你要遇到结婚3次已经很难了，还可以离婚3次，这个更难的一件事情在。他还没有放弃结婚的这个憧憬。那一集当中，其实我觉得为什么会觉得会有感，是因为我们聊了蛮多一些男人的话题。现在当然是我觉得可能社会上对女生的话题或女生的议题或感性价值的这个块比较流行或比较大家重视的，但其实男生有泪不轻弹这句话也会塑造了一件事情，是男生有苦也没办法说。那我觉得那一集某种程度我们3个人在聊的比较像是讲一些我们男生可能想要聊的一些甘苦谈的故事在。那这个是我想到的其中的一集。King 或者是我们制作人有什么可以分享？你觉得哪一集特别有感吗？其实每一集的来宾我觉得都蛮有感触的，我其实没有来得这么理性。那像第1集的来宾其实是我朋友，那时候为什么第1集想找他，是因为我们当初想做这样子的类型的时候，那时候跟小欧说，我说一般人啊死一只宠物其实就已经哭得很难过了，你有想过一次9只都走掉的时候那个是什么样一种痛吗？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就打电话跟我朋友讲，然后我朋友就来上，果然就是我听完，其实我每次只要想到这种我就会很想哭。这么多集以来，其实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其实每一集都有我觉得可以去记忆的点，是因为我觉得人生这件事情上本来就是无知的，其实我们的认知只是用我们以往的经验在认知这个世界。这也是当初为什么我觉得可以跟你一起做这个频道的原因，是因为你可以透过不同的人士他们不同的经验跟经历去摸索出原来还是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事情。比如你看像5号，原来是生活跟工作是可以过得如此惬意，再加上就是我也没访问过我妈，当初也是为了频道要找来宾嘛，你知道初期是资源最匮乏的时候，我那时候也是想说不然要找来宾访，不然访我妈好了。为什么我觉得可以访我妈，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先撇除它内容有没有趣，是因为我觉得没有一个机会是可以跟我妈在一个同框的画面内，30个来宾，30个不同的故事，
事，其实能从当中去学习到的东西跟体悟到的东西，其实也非常多。录一任的那一集啊，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做主持人的工作，因为他那一集他完全都不知道怎么样跟他妈妈去问问题。我跟我妈同框，可是我真的不知道问她什么。好像家人是真的会有这种状况，就是我不知道该跟他聊什么东西。你很难会有一个机会是妈妈可以滔滔不绝一直讲，然后你那个时候其实有点像观众的。其实他节目上讲的很多东西是我没有听过，比如说她男朋友的事情啊什么这些。其实即便我们这么亲近，其实有很多东西是我不知道的。原来我妈有发生过这些事情。那我们的制作人有没有哪一集你觉得特别的有印象或者是有感触呢？我觉得因为我跟 King 还有小欧年纪都算是有一个差距，我们也邀请蛮多姐姐来宾，我也是大开眼界。我还这么凶，哇，现在的姐姐们那么厉害，某些人在讲一下人生故事，你都会感到怎么会有人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你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有点打破我的三观。像囧巴娜说他妈妈在酒店当妈妈桑，他在酒店上长大嘛，然后还有我们那个被家暴的那个，还是在那种阿公店长大这样子，这些我是真的完全不能想象。蛮多有趣的东西，比如说人生第一次听明星在旁边讲故事，就是像吕士轩啊，小时候看到的包大哥，你以前只能透过荧幕看他唱歌跳舞，然后这时候突然他在旁边正经八百的在讲他人生经历跟故事的时候，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那时候就是访问小波老师的时候，我也是小时候就是看他当那种评审啊，很凶啊。那天看到他就是他是一个超感性的人，不能说是因为他经历了这样变成了感性，应该是说他真的是原本就是个感性的人，你可以感觉得到。小波老师那一集我也很喜欢，人生小酒馆这个单元，你还要继续做下去的动力吗？这也是今天在跟 King 聊到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对这个单元我们都有很多的想法跟期待在。我先讲我对人生小酒馆当初的定义跟故事是这样的，因为我认为我不能去明确的描述出来什么样的故事会带给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感受。对我来说，只要你是一个有办法讲话，然后你有一段人生的故事你可以讲得出来，你也能够分享你在这段故事当中你获得了什么样的体悟在，对我来说那就是一个人生的故事。我只有一个初衷，就是你坐在这边就是希望你聊聊你的人生故事，就像是一个朋友一样，所以这个是我对人生故事的一个想法在。你问我说会不会继续做下去，我认为只要这个东西是有人愿意看的，是有帮助到人的，我就会想要坚持把它继续做下去。那我们访问过这么多人，有没有什么是你其实很想访问的？访谁？其实我认为应该来说，我不认为我们是一个访问性的节目。我对这个节目其实我一直抱持着就是说话的节目。我觉得人有一个需求是，他有一些话，或者是他有一些事，可能这辈子也没有对谁说过，身边的人他不见得能够倾诉给他听。我觉得我们就是提供了一个地方，提供了一个节目，让他可以把一些心里的话讲出来。也许这些心里的话，对于荧幕后面的这一些观众们，可能 maybe 有一些共鸣吧，或者是启发吧。如果可以透过不同的故事带给大家不同的想法或思维，甚至可以解开你一些心中的疑难杂症，这是我对这个节目觉得它有意义存在的一个必要性。回复刚刚 King 有提到的一块，就是说可以多找一些有感触，或者是对这人生想要有些倾吐一些话的一些来宾在，借这个机会也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如果说你现在的状况不是这么的感到快乐，或者是你感到不舒服，如果说你愿意的话，你也欢迎就是 IG 私讯我们，那我们是真的很愿意可以借我们的能量，或者是我们身边可能拥有的一些资源，分享一些参考给你去听听看。 maybe 你可以听听看我们的一些故事，或者是一些我们的看法， maybe 可以对你们做一些启发。所以我们之后也会想要多在我们的 IG 上面多问一些可能你遇到的心路历程，或你有什么话想要吐苦水的一些问与答，那就欢迎大家可以在上面去跟我们去做一些互动在。那小欧从这个踏入自媒体之后，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大家？你现在看到很多的网红可能很成功，或者是赚了很多钱，我认为网红确实是可以赚到钱，但是如果说你现在想要踏入这个圈子，除非是很有天赋，或者你很幸运，你刚好甩到那个幸运伞，你爆红，然后你可以获得这些钱以外，要不然原则上你要从这个行业当中获得金钱这一件事情，我觉得是相对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你不能一开始就抱持着来这边赚取金
金钱来做，要不然你会做得很痛苦，会做得很累。一路以来有蛮多的朋友问我说，就是他们在经营自己遇到了一些瓶颈跟问题在。那我收集了大家的状况，我大概有一个感触，他们一直都把自媒体这件事情当成是一种职业，就会有一种状况发生，叫做隔行如隔山，不知道那个职业，所以我无法想象我该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才叫做自媒体。他们就会很有压力，他也不知道怎么剪片，他也会剪得患得患失，就觉得啊这支片有人看，这支片没人看，就没有了一个方向在。我们就以自媒体的短影音来说好了，多数的短影音其实上面不是拿来赚钱的，他们只是来做一件事情，就让大家认识你。所以新的一个领悟就是说，你把自媒体当成是一张名片，你跟别人怎么介绍自己，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比如你认识一个朋友，你会跟他分享什么？会聊的是工作上遇到的一些干事、有趣的事情，这些东西都是快乐、感到开心的事情。回到根本，是自媒体其实就是在做你自己觉得开心的事情，你在做觉得自己快乐的事情，你在做一些想要跟别人介绍你自己的事情在。这样子在做这些事情，你在剪这些影片的时候，其实你比较不会有所谓的忘掉初衷、忘掉这个东西的存在，比较不会有患得患失说这一个片有人看，这个片没人看。为什么？因为你在做是你自己开心的事情啊。你既然做你开心的事情，你为什么要去计较这个片有人看？这个是我觉得在做自媒体两个的想法跟建议在。但我觉得这东西也是很看每个人的个性嘛，跟着潮流走，你就一定会有这个流量，但这个东西要怎么持续，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我来做自媒体做1年，我无法想象我的生活有如此的改变。就像刚刚 King 说的，我有机会去跟小时候的偶像，或者是我长大后的偶像，坐在一个空间下，有机会跟他聊聊天，聊聊他的故事。光这一件事情我就无法想象了。我没有想过说我的生活圈会改变这么多，我看这个世界变得不一样的一件事情在。其实自媒体也帮助了很多，真的就是我刚刚讲的创业者。为什么选择自媒体这条赛道，是因为他想让他的生意跟事业更上一层楼。我觉得这样子去学做自媒体可能会比较健康一点，而不是我想去学自媒体，今天只是为了我想靠这个来赚钱。我这边今年本来就已经执行了2个新的企划，我把我的一些吃喝玩乐的影片独立出来，叫做小欧的无聊案内所，所以里面就是放一些最近在吃的一些东西，或者是刚刚 King 说的一些有趣的方式来记录着。同时也感谢我们的干妈嘛，愿意继续体验一下这个年轻人生活上的一些有趣的事情，所以我们也花了一些时间帮干妈记录一些年轻人的一些活动，然后去带他去玩看。所以这2个已经是对人沙的频道来说做的2个新的尝试。回到初衷，还是希望可以带给人家一些帮助或启发在。我们也希望说透过 IG 的一些问与答的方式，或者视讯的方式，可以让我们的一些频道的观众当成一个他自己倾诉的一个管道。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让我们的观众可以来分享一些他遇到的困难，或者是吐吐他的一些苦水在。那我们之后也会想要看怎么做，就像刚刚讲，有可能会成立一个单元，可能有一些可以回答这些问题的来宾来分享一些人生故事作为参考在。那因为今天这一集是我们的30集的特别企划，其实我也不晓得我们人生的人生故事这样的影片，你们会不会觉得有兴趣？那如果说你们对这些有任何的想法，都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一下。好了 ，Fuck Life， 看我们面对人生抉择使用下，我们就下集见，拜拜。